国庆节放假，本该是一家人开开心心团聚的好日子，可偏偏我孙女打来一个电话，当时就给我气得火冒三丈。我当即抄起手边的拐杖，把一个骚扰她的男人打的是哭爹喊娘。谁知道这家伙竟是县里头出了名的恶霸，他指着我的鼻子叫嚣，说要让我知道花为什么那样红。听完这话，我反而笑了，想当年老子见过的戏，比你小子喝过的水都多。那个叫王耀宗的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你给老子等着！之后我领着孙女回了家，还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可让我想不到的是，大半夜那男人的媳妇竟然找上门来，手里还拎着把菜刀，对着我家大门就是一通猛砍。死老头，赶紧给老娘开门赔钱！我男人让你们给打晕了，这笔账今天必须算清楚！哐哐哐！见我们迟迟不开门，那个叫李兰花的女人干脆带着几个男的，抡起菜刀就往门上招呼。她扯着嗓门大吼：“老娘跟你们说，要是再不开门，今天老娘就带人把你这破门给砸了！”孙女婉婉被这哐哐的凿门声吓得浑身直哆嗦，我赶紧把她拉到我身后护着。屋里的儿子张大军和儿媳刘梅更是吓得脸都白了，磨磨蹭蹭半天，眼瞅着门快被劈开了，这才把门打开。门一开，李兰花就领着人抬着一副担架冲了进来，唾沫星子喷了我们一脸，嘴里骂的话那叫一个难听。你个老不死的，把我男人打成这样，你居然还敢跑！还有这个小贱蹄子，敢勾引老娘的男人，看老娘不扒了他的皮！李兰花指着担架上躺着的王耀文，在那哭天喊地，今天你们要是不赔钱给我男人，一个都别想从这儿走出去！李兰花说着话，就拿起菜刀要往桌子脚上剁。张大军见状，慌忙拽着刘梅连连点头，赔，我们赔。李兰花眯缝着眼睛，用刀背在张大军的胳膊上拍了拍，算你们两个识相，100万，给你们3天时间，要是凑不齐钱，老娘就把你这破房子拆了，再把你家那件丫头给卖掉！我简直不敢相信，当即反驳道：明明是他先骚扰我孙女的，你们这根本就是敲诈勒索！李兰花一手叉着腰，另一只手指着婉婉，你也不瞧瞧那小浪蹄子穿的什么德行，穿个小短裙不就是明摆着勾引我家男人吗？他勾引我家男人，我家男人摸他2下又怎么了？我被气得血直冲脑门，抓起拐杖就想往他脑袋上招呼，李兰花直接把自己的头凑了过来，你打了就给老娘赔200万！张大军一把拉住了我，还死死地瞪了我一眼，然后转头去给李兰花道歉，兰姐，我们赔，3天后我们一定准时把钱给您送过去。李兰花冲我翻了个大白眼，行，那就给你们3天，这3天我叫人盯着你们，别想着给我耍花样跑路。等那伙人一走，张大军立马回过身来冲我吼，爸，这事都怪你，好端端的惹他们干嘛，竟是给我们添麻烦。刘梅也在旁边翻着白眼，撇着嘴小声嘀咕，可不是嘛，现在好了，上哪凑那么多钱去？我气不过反驳道，是他先骚扰婉婉的，我揍他有错吗？张大军咬牙切齿地说道，爸，那王家是出了名的地头蛇，不就是被摸了2下吗？能有啥大不了的？刘梅瞟了一眼婉婉身上的短裙，使劲在她大腿上掐了一把，谁让你穿裙子出门的？穿那么少，人家不骚扰你骚扰谁？婉婉被掐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一声都不打吭。我气得当场跳了起来，这事根本就不是婉婉的错，你们打孩子干什么？他俩对视了一眼，也不知道心里在盘算些什么。没一会儿，刘梅就去厨房给我端了杯牛奶过来。爸，我们也是一时心急，毕竟是那么大一笔钱，能不生气吗？张大军也放软了语气，扶着我到椅子上坐下。爸，你也别生气了，这事就别再提了。今天你好好休息，明天我们去想办法找人借钱。婉婉好歹也是我们的女儿，我们也不能真把她往火坑里推啊！我看着他们俩，心里还想着这儿子总算没白养。结果第2天天才刚蒙蒙亮，婉婉就哭着跑进了我的房间，身子抖个不停。爷爷、爸爸妈妈他们把家里的存折、首饰还有值钱的东西全都带走了，人也不见了。我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只感觉一阵天旋地转，耳朵里什么也听不见了。幸好婉婉眼疾手快地扶住了我这才没一头栽倒在地上。我养了30多年的儿子啊，他的心怎么能这么狠？窗外的天色才刚刚发亮，我看着婉婉满是担忧的小脸，心头像被针扎一样疼。婉婉才16岁啊，那2个畜生！看着婉婉惶恐不安的样子，我知道自己必须撑下去，要不然婉婉真要被那2个畜生给卖了。我只能硬着头皮翻出通讯录里那些好久都没联系过的名字，一圈电话打下来，不是说家里最近开销大，就是支支吾吾的说手头不宽裕，到最后竟然都用一句输对不住了。实在是大家手头都紧匆匆的挂了电话，直到我打通了侄孙的电话，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压着嗓子说，叔爷您就别再打了，不会有人借钱给您的。大军哥昨天找过我，说您这次是自作自受，非要护着那丫头惹事，他这是要给您一个教训。他还说您都快80岁了，就算借到钱，半截身子都净土了，也还不上了。他提前跟我们都打了招呼，要是谁敢借钱给您，他反正是不会认账的，让我们以后去地底下找您要钱。孽障，真是个畜生啊！我气得2眼发黑，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养了20多年的儿子，竟然能干出这么绝的事来。这分明是想把我和婉婉往死路上逼啊！就在这时，婉婉从门外跑进来，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爷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您还是把我送到王家去吧。我赶紧把婉婉扶起来，语气坚定地说，不，婉婉，你没有错，你不应该跪下，这件事爷爷来处理，你先回自己屋里去。等婉婉走后，我颤抖着手指又一次拨通了我儿子的号码，电话响了3声就通了，可传来的却是我儿媳妇不耐烦的声音，爸，您还打电话过来干嘛呀？我们这儿正忙着呢，忙着跑路。我的声音气得都在发抖，李兰花的人说不定已经在来的路上，你们跑吗？婉婉怎么办？她才16岁啊！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嗤笑，儿媳妇的声音冷得跟冰块似的，一个丫头片子，再加上您一个老头子，2个人加起来也抵不了100万啊！
真要是出了事，还不是你们自己倒霉？总不能让我们俩后半辈子都背着这笔债过日子吧？这时，儿子接过了电话，爸，就算我求您了，总不能为了那个赔钱货，把我们一家子都搭进去吧？我和刘梅还年轻，我们还能再生，不就是个姑娘吗？16岁也到嫁人的年纪了，干脆把她给王家算了。混账东西，那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啊，虎毒还不食子呢，你们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听筒里传来嘟嘟嘟的忙音，我握着手机，浑身突然没了力气，一屁股重重地坐在了床边。我的目光扫过床头柜，那下面压着一张已经泛黄的老照片，是我老伴还在世的时候，我们一家人拍的全家福。照片上的儿子笑得那么憨厚，刘梅也是一脸的幸福。可现在，一个好好的家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我深深地吸了口气，用颤抖的手点开了那个我存了40年却一次都没敢拨通的号码。3天的期限一到，王耀文果然带着一大帮人找上了门，一脚就把那扇摇摇欲坠的大门给踹开了。他双手插在裤腰上，眼神在我跟躲在我身后的婉婉身上扫来扫去，语气阴森森的：“钱都凑齐了吗？别跟老子耍花样！今天老子要是看不见钱，你这个孙女，老子就直接绑回去当瘦马卖了！”我攥紧了藏在身后的那张银行卡，强行压下心头的怒火，开了口：“我已经把房子和地全都拿到银行做了抵押，再加上我自己的棺材本，总共是802345块钱。”王耀文听完，突然就嗤笑出声：“80万？你这是打发叫花子呢？”他说着话，就伸手想去拽婉婉的胳膊，剩下的20万就让这丫头陪我睡一晚上，就算抵了。反正她穿那么少，不就是想勾引男人吗？婉婉吓得尖叫起来，我赶紧挡在她前面，把手里的银行卡重重地拍在了桌子上。我把房子、地全都押了，连棺材本都拿出来了，再多的我实在是1分钱也凑不出来。你要是再敢乱来，那咱们就鱼死网破，谁也别想好过。王耀文一看到银行卡，眼睛都亮了，一把就抢过去揣进了兜里。紧接着，他上前一步，一把揪住我的衣领，唾沫星子都喷到了我的脸上，打晕我的账。80万就想这么算了？老子告诉你，今天这钱我要，人我也要。今天这丫头必须陪我睡一晚，不然就这么点钱，你也别想让我认账。他这话就像是点燃了我胸口的炸药，我再也控制不住，抄起旁边的拐杖就朝着王耀文的头砸了过去。你个畜生！我孙女她才16岁啊！他身边的人根本没反应过来，这一拐杖结结实实的落在了他的额角上，瞬间就见了血。反了，反了你个老东西！王耀文疼得哇哇大叫，一挥手让他手下的人把我按住。我被2个壮汉死死按在地上，膝盖磕得生疼。王耀文抬起脚就往我胸口上踹。爷爷！婉婉想冲过来，却被另外2个大汉给拦住了。一阵剧痛袭来，我捂着胸口在地上翻滚，兜里的一个东西掉了出来，那是一枚边缘已经被磨得发亮的国徽，是我当年退伍的时候部队里发的，在我身上揣了几10年，从来没离过身。按着我的一个小弟瞥见了那枚国徽，突然惊叫了一声，手上的劲儿都松了几分。王哥，你快看，这玩意儿是不是国徽啊？这老头之前说自己当过兵，他该不会真是个老兵吧？另一个去过镇上派出所的小弟也凑了过来，声音都在发颤。我在派出所见过这个，真的是国徽，听说只有当过兵的人才有这东西，咱们要是真动了老兵，会不会出事啊？王耀文盯着地上的国徽，眼神闪烁了一下，踹我的动作也停了下来。王耀文突然弯腰把国徽捡了起来，用大拇指搓了搓国徽边缘磨损的地方。呼！王耀文嗤笑了一声，随即啪的一下又给扔在了地上。什么破玩意儿？这不就是个塑料的吗？指不定是在哪个地摊上花1块钱买的。他要是真当过兵，能混到连儿子都跑了，就拿80万想打发我的地步。旁边一个瘦猴似的小弟凑了上来，挠着头嘀咕道：“王哥，可你看他这身子骨，还真像个老兵，而且短短3天他就凑了80万。区80万算个屁！”王耀文一脚把那枚国徽踩进了泥土里，我气得双眼通红，大骂道：“混账，那可是国徽，你们这群败类！”王耀文又是一脚踹在我的胸口，恶狠狠地说道：“国徽怎么了？在这儿，老子就是土皇帝，是条龙来了我的地盘，尾巴也得给我盘起来。”王耀文看着我，脸上露出阴险的笑容：“今天我就让你这个老头子好好记住，得罪我王耀文是个什么下场。”王耀文朝着旁边的小弟挥了挥手：“你们俩把这老东西的嘴给我撬开，老子今天就给他尝尝记性，让他看看跟老子作对的下场。”2个壮汉立马扑了上来，用粗糙的手掐着我的下巴就往2边掰。我拼了命的挣扎，牙齿咬得咯咯作响，可还是抵不过他们的力气，嘴巴被越扯越大。王耀文扯开裤子拉链，一步步向我走来，脸上的肥肉因为得意而扭曲变形。“老东西，你不是挺能打吗？今天就让你尝尝什么叫生不如死！”“爷爷，别碰我！”爷爷！婉婉突然像疯了一样开始挣扎，趁着拽着他的那个大汉分神的功夫，一把抄起墙角堆着的半块砖头，用尽全身力气朝着王耀文的后脑勺砸了过去。咚的一声闷响传来，王耀文的动作猛地僵住了，鲜血顺着他的耳后流了下来，滴在了我的脸上。“妈的，你个小贱人居然敢打我！”王耀文缓过神来，反手就给了婉婉一记响亮的耳光。婉婉被打得摔倒在地，嘴角瞬间就破了皮，可他还是死死地盯着王耀文，眼睛里全是仇恨。王耀文被他盯得心里发毛，怒火烧得更旺了，伸手就去扯婉婉的衣领。“好啊，你还挺烈性，老子今天就当着这老东西的面办了，让你知道跟老子作对是什么下场。”婉婉的哭喊声像一把刀子，狠狠地扎在我的心上。我看着他被扯得变了形的衣领，看着王耀文那张丑恶的嘴脸，身体里突然爆发出了一股巨大的力气。我猛地挣脱开那2个壮汉的手，一口咬在了王耀文抓着婉婉衣领的手腕上。啊！王耀文疼得发出了惨叫，我死死地咬着不放，尝到了满嘴的血腥味也不肯松口。“老东西，你找死！”王耀文另一只手抓起地上的一把铁锤，眼神猩红的就朝着我的手腕砸了过来。“老子今天就废了你的手，看你以后还怎么活！”铁锤带着风声呼啸而下，我闭上了眼睛，心里只想着能多护着婉婉1秒是1秒。可就在这时，院门外突然传来了一声洪亮的怒吼：“住手！”院门外的怒吼声刚落下，一群穿着笔挺军装的人就快步冲了进来，为首的那个穿着军装的老头
正是我多年的老战友顾建华。跟在他身后的那些人更是个个表情严肃，手里的枪稳稳地端着。顾建华的目光扫过院子，第一时间就锁定了我。他看到我正被2个小混混死死地按在地上，动弹不得，而王耀文正抡着铁锤要往我手上砸。你们好大的胆子！顾建华气得双眼通红，几步就冲到我面前，一拳就把按着我的那个人给掀翻了。他立刻弯下腰，小心地把我扶了起来。与此同时，老王身后的士兵们早已行动起来，根本没等按住婉婉的那2个小混混反应过来，铁钳一样的手已经拧住了他们的胳膊。只听咔嚓几声脆响，那群人就全都被制服按在了地上。老张，你怎么样啊？有没有受伤啊？我刚想摇头说没事，他就已经朝着身后喊了起来：“军医，快过来，给老张和孩子检查一下身体。”2名背着医药箱的军医立刻跑了上来，其中一个蹲在我身边查看我的伤势，另一个则去扶婉婉，动作轻柔地帮他处理伤口，还低声安慰了他几句。军医检查完我们的伤势后，向顾建华报告：“首长，小姑娘的伤势要稍微重一些，只是老爷子年纪大了，这么一折腾，怕是要好好休养一阵子了。”顾建华看着我身上的伤，眼眶里含着泪水。我望着顾建华通红的眼眶，用粗糙的手紧紧抓住他的胳膊，声音里带着难以掩饰的哽咽：“老顾，我这辈子没求过人，这次是真的走投无路了。婉婉这孩子命苦，我要是护不住她，到了9泉之下，我都没脸去见我的老婆子。”顾建华拍着我的肩膀，郑重地说道：“老张啊，当初要不是你在战场上替我挡了那颗致命的子弹，我早就死在那儿了。你的事就是我顾建华的事。”我转过头望向正在被军医包扎伤口的婉婉，眼眶瞬间就湿润了。当年在战场上，我替你挡枪，从来没后悔过，就想着退伍以后守着这个老院子，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就心满意足了。可我万万没想到，我用命换来的和平年代里，竟然会遇到王耀文这种恶棍。他不仅要抢走婉婉，还要废了我的手。要不是你及时赶到，我和孩子今天恐怕真的要栽在这里了。我深吸了一口气，努力压下心里翻涌的情绪，拍了拍顾建华的手背：“谢谢你啊，老战友，40年没见了，没想到最后还是要靠你来救场。”顾建华看着我说道：“我们是过命的交情，这点小事犯不着说谢谢。”说完，顾建华锐利的目光像钉子一样钉在了王耀文身上，强抢民女，殴打老兵，随便哪一个罪名都足够把你们抓进局子里去。王耀文被顾建华的眼神盯得有些心虚，但还是硬撑着瞪了回去。有个小弟眼角瞥见了士兵手里的枪，那枪身泛着冰冷的金属光泽，他瞬间就腿软了，声音都开始发颤，朝着王耀文喊：“老大，他们该不会真的是有官职的吧？这枪看着不像假的啊！”王耀文嗤笑了一声：“我呸，还首长？他要是真认识什么首长，他儿子犯得着卷着家里的钱跑路吗？慌什么？他们肯定都是这个老东西花钱请来的群演，我可没见过哪个当兵的家里穷得叮当响。再说了，现在这世道哪有能随便带枪出来的？穿身甲军装就想在这装腔作势？”他翻了个白眼，一脸不屑地朝着顾建华啐了一口，语气里满是嘲讽：“老东西，你找这群群演花了多少钱？是不是觉得这样就能吓唬住我？还敢嘴硬？”顾建华脸色一沉，冷冷地说道：“给我按住他，让他老实点。”2名士兵立刻上前，王耀文却像条疯狗似的抡起手里的铁锤，嘶吼着到处乱挥：“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王耀文，我们王家唯一的独苗，敢动我一根手指头，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可他那点力气，在训练有素的士兵面前根本就不够看，不过2-3下，他手里的铁锤就被狠狠地夺了下来，后背猛地吃了一记重击，整个人都被按趴在了地上，他的脸紧紧贴着满是灰尘的地面，疼得他龇牙咧嘴，可嘴上依旧不肯服软，污言秽语一句接一句的往外冒：“我看你们是活腻了，知道我爹是谁吗？我爹可是咱们县的首富，在这个县城里，天是王家的，地是王家的，就连地上的灰都得姓王。就算你们是老虎，到了我的地盘也得把爪子给我掰断了收起来。”顾建华突然收起了怒容，反而低低的笑了一声，他弯下腰，目光像淬了冰一样盯着王耀文：“原来你们王家这么厉害啊，厉害到可以不把人命当回事，厉害到可以强抢民女。好啊，既然你爹这么厉害，你现在就给他打电话，让他过来，我倒要看看你那个能管天管地的爹，今天能不能把你从这儿捞出去。”王耀文还以为顾建华是怕了，瞬间就来了精神，脖子梗得更直了，挣扎着冲旁边的小弟喊：“手机，把我手机拿来，打就打，你们都给我等着。”小弟哆哆嗦嗦地把手机递了过去，他按出一串号码，把手机贴在耳边，几乎是用吼的：“爹，你赶紧带人来东头老张家，有个老东西穿了新买来的军装就敢跟我叫板了，还敢动我的人，你把家里所有的兄弟都叫上，再让你养的那个打手李小峰多带点人过来，今天非得把这群装腔作势的杂碎全都打个半死，让他们知道谁才是这个县城的主子。”就在这时，院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还夹杂着汽车急刹车的刺耳声响。很快，王斌就带着10几个精壮的汉子赶了过来。哪个不长眼的敢动我王斌的儿子？为首的王斌穿着一身体面的绸缎褂子，身后还跟着一个浑身肌肉的男人，脸上带着一道刀疤。原本王斌的脸上还带着一股子县城土皇帝的嚣张气焰，可当他刚一脚迈进院门，目光扫过顾建华笔挺的军装，肩上的肩章，再落到士兵们手里泛着冷光的枪械时，他心头瞬间就感觉不对劲了，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心也跟着沉到了谷底。爸，你可算来了！被按在地上的王耀文眼尖，一眼就看见了王斌，立马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挣扎着嘶吼起来：“就是这群装腔作势的杂碎，穿身甲军装就敢动我，还想抓我！你快让李小峰把他们全都打趴下，我要让他们给我磕头道歉！”他越骂越凶，唾沫星子溅得到处都是，尤其是那个叫顾建华的老东西，还有那个姓张的老不死，今天不废了他们的手，我就不姓王！李小峰的脸早就变得没有一丝血色，他压低声音在王斌耳边说：“老大，这群人的衣着和装备看着不像假的，
少爷可能真的惹到了不该惹的人。王斌没等他说完，几步冲了过去，扬起手就给了王耀文一个响亮的耳光，啪的一声脆响，在院子里显得格外刺耳。王耀文被打懵了，半边脸瞬间就红肿了起来，他瞪圆了眼睛，不敢相信地看着王斌，声音都变了调：“爸，你打我，你居然打我！我要去跟我妈说，你为了外人打我，我打你都算是轻的。”王斌气得手都在发抖，扬起手又是狠狠一巴掌，这一下比刚才那下更重，直接把王耀文的嘴角都打出了血丝。蠢材，你怎么就这么不知道天高地厚？你这是要把我们整个王家都拖进地狱！骂完儿子，王斌立刻转过身，脸上的戾气瞬间就换成了谄媚的笑容。他快步走到顾建华面前，腰弯的几乎要贴到地面，双手不停地搓着，声音里带着讨好：“这位首长，实在是太对不住了，是我教子无方，让这个混小子冲撞了您。您大人有大量，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我回头一定好好管教他，狠狠地罚他。”顾建华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只是从喉咙里发出了一声冰冷的哼声。他目光扫过还在地上撒泼打滚的王耀文，又看向王斌：“跟我道歉没用。”他伸手指了指我，又指了指旁边还在擦眼泪的婉婉：“你儿子欺负的是他们，让他给这爷孙俩磕头道歉，让我给这两个老不死的磕头道歉。”做梦！王耀文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疯狗，梗着脖子嘶吼，拼命想从士兵手里挣脱出来。我王耀文长这么大，只有别人给我磕头的份，想让我道歉，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王斌听得心都揪紧了，连忙蹲下身，压低声音咬着牙威胁道：“你给我闭嘴！现在道歉还有条活路，你要是再闹下去，别说我，就是你妈来了也救不了你。”他一边说，一边偷偷用眼神示意王耀文去看顾建华身后的那些士兵：“你没看见这阵仗吗？真把人给惹急了，咱们王家就全完了。”王耀文被他爹眼里的狠劲给吓了一跳，他又瞥见那些士兵冷得能杀人的眼神，心里就算再不信，也知道这群人可能真的有大背景，可他还是拉不下这个脸，磨蹭了半天，才在王斌的推搡下，不情不愿地朝着我和婉婉的方向含糊不清地嘟囔了一句：“对不起。”王斌立马笑着出来打圆场，转头看向我和顾建华，腰弯得更低了：“首长，老张哥，您看这孩子也道过歉了，小孩子不懂事，您二位大人有大量，这事能不能就这么算了？”顾建华终于抬了抬眼皮，眼神里却没有半点松动，声音冷得像冰块一样：“算了。”他上前一步，指了指我胳膊上的淤青，又指了指婉婉额头上的伤口：“他强抢民女，殴打退伍老兵，哪一条不是犯法的？”一句轻飘飘的道歉，就想把事情给抹过去。他顿了顿，目光扫过脸色煞白的王斌父子，一字一顿地说道：“既然歉也道，就别在这里浪费时间了，走，咱们去法院，让法官好好给你们算算，你们王家到底该承担什么责任。”“老哥，你刚刚不是说道个歉，这事就过去了吗？”王斌急得头上直冒汗，往前凑了2步想去拉顾建华的胳膊，却被士兵冷冷地挡开了。顾建华扯了扯嘴角，眼神里满是嘲讽：“小王是吧？我什么时候答应你这事儿就这么过？让他道歉是给你们王家留最后一点体面，你还真以为一句对不起就能抵消所有的罪恶？”他转头看向我，语气软和了一些：“老张，这件事你最有发言权，你觉得应该怎么处理？”我扶着墙，慢慢地站直了身子，声音嘶哑地说道：“上法庭，强抢民女，蓄意伤人，我一定要让王耀文得到他应有的惩罚，不能让婉婉白白受了这委屈。”好，顾建华应得干脆利落，转头冲士兵冷声下令：“把人带好，我们去省级法院。我倒要看看这县城里的王家天能不能大过国家的法律。”王耀文这下是彻底慌了神，刚才那股嚣张劲儿全都没了影，他趴在地上哭得鼻涕眼泪一大把，死死地攥着王斌的裤腿：“爹，我不想坐牢啊，我错了，你快救救我啊！”王斌盯着儿子哭嚎的样子，脸色一阵青一阵白，突然咬了咬牙往后退了半步，冲着带来的那帮汉子吼道：“都给我上，把他们都给我围起来，今天谁也别想走出这个院子！”一旁的李晓峰吓得腿都软了，连忙上前拉住他：“老大，你疯了，这可是袭警，对抗执法是死罪啊！”王斌狠狠地甩开他的手，从兜里摸出烟点上，深吸了一口，眼神变得狠厉起来：“死罪，就说是这群人遇到了不明人士的袭击，全都死在了这儿，没有证人也没有证据，谁能给我们定罪？”他转头瞥向李晓峰，语气里带着威胁：“你的命可是我救的，没有我就没有你李晓峰今天的地位。今天要是走漏了半点风声，你这黑老大的位置也就别想坐。”李晓峰身子一僵，脸色惨白如纸，犹豫了几秒钟，最终还是慢慢地挪到了王斌的身后。我气得胸口发闷，指着王斌厉声说道：“王斌，你可要想清楚了，现在停手，你儿子顶多判个10几年，你还能保住你们王家？你要是敢动手，那就是故意杀人，对抗国家机关，不仅你得死，整个王家都得被你拖垮，拖垮就拖垮。”王斌把烟头狠狠地踩在地上，火星四溅，他是我们王家唯一的根，我绝不能让他去坐牢。就在这时，院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整齐划一的脚步声，那踏踏踏的声音震得地面都在发颤。为首的一个人穿着军装走了进来，王斌一看到他，立马谄媚地迎了上去：“郑首长，您可算来了。”郑首长只是瞥了他一眼，眉头皱得紧紧的，语气里带着毫不掩饰的疏离：“你哪位？”王斌脸上的谄媚瞬间就僵住了，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声音都在发颤：“郑首长，您忘了，是我给您打的电话，让您来帮我。”“帮你？”郑首长冷笑了一声，抬手亮出了一份文件：“你的确是打了电话，但内容是说有人在老张家蓄意伤人，对抗执法，我是奉命来缉拿你们归案的。”王斌像是被抽走了全身的力气，指着郑首长，半天才憋出一句狠话：“郑建国，你他娘的！”话还没说完，2名士兵已经上前，用铁钳似的手死死扣住了他的胳膊，咔嚓一声戴上了手铐。郑首长居高临下的看着他：“王斌，你蓄意谋杀、勾结当地恶霸、包庇恶行，每一条都是死罪。不过你儿子王耀文罪不至死，你现在认罪，说不定还能保他一条命。”这句话就像一盆冷水，瞬间浇灭了王斌最后的一点力气。他瘫软在地上，眼神涣散，嘴里反复念叨着：“是我错了，是我鬼迷心窍，想护着他。”
突然，他猛地爬了起来，跪在我的面前，咚咚地磕着响头，额头很快就渗出了血迹。张大哥，我知道错了，求您高抬贵手，饶了耀文吧，我给您当牛做马，我把王家所有的钱都给您，只要您能留他一条命。我别过脸去，声音平静却无比坚定。王斌，不是我不饶他，是国法不饶他，他犯下的事得由法官来判。郑首长没再给王斌纠缠的机会，一挥手示意士兵把人带走。被押着路过婉婉身边时，王耀文还想挣扎，却被士兵狠狠地按着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曾经不可一世的王家就这么彻底地垮在了自己眼前。半个月后，法院的判决书就下来，王斌因为蓄意谋杀未遂、行贿受贿、包庇严重刑事犯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王耀文因为强抢民女、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并且情节恶劣，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李晓峰因为杀人、故意伤害他人且情节极其恶劣，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这个消息一传开，县城里的人都拍手叫好。曾经靠着权势横行霸道的王家，一夜之间就树倒猢狲散，家产全被依法查封，往日的风光荡然无存。之后，我带着婉婉回到了我们的老房子。回到老房子的第2天，顾建华就领着一队施工队来了。他拍着我的肩膀，用一种不容拒绝的语气说：“老张，你这房子墙皮都掉了，婉婉住着也不舒服，必须得重新修，钱的事你不用管。王家被查封的资产里有一部分是赔偿给你们的，正好用在这上面。”我还想推辞几句，可看着顾建华忙前忙后的身影，再看看婉婉站在窗边，眼神里藏不住的期待，最终还是点了点头。没到半个月，老房子就焕然一新了，墙壁刷得雪白，漏雨的屋顶也修好了，还特意给婉婉隔出了一间小书房，摆上了崭新的书桌。这天，顾建华又拿着一张银行卡来找我，王家的赔偿款批下来，除了装修的钱，剩下的都在这张卡里，还有你之前为了给王家凑钱贷的款，我也用王家的钱帮你还清了，以后你和孩子就不用再为钱的事发愁了。我攥着那张银行卡，手止不住的发抖，这辈子没欠过谁的情，可这次欠了顾建华这么大的人情，怕是这辈子都还不清了。就在我们以为日子终于可以安稳下来的时候，院门外突然传来了熟悉的声音。我打开门一看，竟然是我的儿子张大军和儿媳妇刘梅，两个人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脸上堆着虚假的笑容。爸，我们回来了，这不是想您和婉婉了吗？我看着他们，心里只剩下一片冰冷。当初他们卷着家里所有的钱跑了，把我和婉婉扔在这里等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能不能活下来？现在看我们家好了，倒想起回来了。我冷笑了一声，指着门外说：“这里不是你们的家，赶紧走。”张大军的脸色一僵，刘梅却突然跪了下来，一只手捂着肚子哭喊道：“爸，您不能赶我们走啊！我肚子里怀的可是您的亲孙子，您就忍心让您的亲孙子无家可归吗？”我看着他的肚子，心里没有半点波澜，反而觉得更加讽刺。孙子，我张老头这辈子从今为吗？我看着他的肚子，心里没有半点波澜，反而觉得更加讽刺。孙子，我张老头这辈子从今往后就只有婉婉一个孙女，没有什么儿子，更没有什么孙子。你们当初卷钱跑路的时候，怎么没想过还有我这个爹，还有婉婉这个女儿？爸，张大军急了，也跟着跪了下来。我们知道错了，您就原谅我们这一次吧，以后我们肯定会好好孝敬您的。晚了，我转过身，把婉婉拉到我身边，声音无比坚定：从你们走的那天起，我就没有你这个儿子了。今天我把话撂在这儿，我们彻底断绝关系，往后你们过你们的，我和婉婉过我们的，互不相干。刘梅还想撒泼，婉婉却突然开了口，声音不大，但却很坚定：爷爷没有抛弃我，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只有爷爷一个人护着我。从今以后，我只有爷爷一个亲人，没有你们这样的爸爸妈妈。张大军和刘梅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赖在地上就是不肯走。我没再跟他们废话，直接掏出手机给几个堂兄堂弟打了电话：你们都来我家一趟，我有话要跟大家说。没到半小时，亲戚们就都到齐了。我指着地上的张大军和刘梅，把他们卷钱跑路，不管我和婉婉死活的事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最后红着眼眶说道：我这辈子没对不起过谁，可我的亲生儿子却在我最难的时候狠狠地捅了我一刀。今天我把大家叫来，就是想让大家做个见证，我张老头从今天起就跟张大军断绝父子关系。亲戚们听完都指着张大军和刘梅破口大骂：你们这两个白眼狼，当初连自己的老爹和女儿的死活都不管，现在怎么还有脸回来要财产啊？赶紧滚，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张大军和刘梅被骂得抬不起头来，再也没脸待下去，灰溜溜地爬起来跑了。从此以后，这个院子里就只剩下我和婉婉两个人。每天早上，我会去门口的菜市场买菜，婉婉就在书房里安安静静地写作业。到了傍晚，我们就坐在老槐树下，婉婉给我讲学校里的趣事，我给她讲我年轻时在战场上的故事。那天，我去公证处立了一份遗嘱，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婉婉。然后我去学校接婉婉放学，路上我摸着她的头说：婉婉啊，以后要是爷爷不在了，你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婉婉一下子扑进我的怀里，眼泪很快就打湿了我的衣襟。爷爷，您一定会长命百岁的，等我长大了，我来养您。夕阳透过树叶洒在我们身上，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我知道往后的日子，只要有婉婉在，就什么都不怕。